好，各位同学，各位同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好，各位同学，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5号。好，老师刚刚电脑有点问题，所以老师重开了一次。对，刚刚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I just get started and it just ended 好，对，好，所以各位同学，你再连一次看看哦，现在应该正常了就可以了，可以看得到老师的直播了。好，很多同学都来了哦，我们 Norbert 同学你好，还有 Kingla 欢迎，佩霞、君明、维凯说咋回事啊？还没开始，老师就结束了，就结束了哦。好，宜兴晚上好 ，King 欢迎，好，我们的 Avita 同学，米磊，还有多毛的多毛的雷曼，好，我们的王兆美欢迎，还有 Smile Jake 欢迎，秀丽你好，还有我们的Musamil 你好，还有Ben 老师来了，欢迎，还有泽秋同学欢迎，还有 Henny 好。对，维凯嘛，米磊，好，各位同学来听老师的直播课。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帮老师点赞帮老师点赞。好，来自印度的漂亮的佳妮同学 ，Namaste， 还有我们的 Sharaf， 你好 ，Sharaf 同学，欢迎。好，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4集的词汇。好，林子来了，空邦哇，好。那这个 Penguin 小土豆欢迎，好，老师也要感谢支持老师的小土豆们，小土豆就是老师的 YouTube members， 因为有你们的支持，理查老师才可以每天在 YouTube 直播，也可以让很多同学们可以免费的上中文的直播课，所以老师要特别感谢这些支持老师的小土豆，这些小土豆每个月都支持老师，有的人支持老师$2，有的人支持老师$10，有的人支持老师很多钱都有，很多小土豆真的很支持老师，所以老师要特别感谢你们的支持，有你们的支持，老师才可以在这里免费的为各位同学上直播课谢谢各位同学。好，汉平来了，汉平你好，还有我们的 Yashmin 裴静。昨天是排灯节，对，老师有听说了昨天是排灯节，所以老师要祝福所有印度的朋友们排灯节快乐好，佳妮说，所以因为排灯节，所以没来上课，没关系，佳妮，老师有听说了所以印度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传统节日，非常有意思哦。好，慧慧。还有好久不见的大面儿，大面来自新西兰的大面，最近好吗？还有汉平，对，这个叫 Diwali， 对不对排灯节 Diwali， 好，印度的一个节日还有 Clara， 还有菊林，欢迎，还有我们的 Johar， 你好，好，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吧。好，今天老师跑了8792，好，中文怎么说8792？好 ，OK。对，排灯节 Becky， 排灯节好，这位同学是 Gabriel， 你好，好的，87多少？8792好，8792，中文怎么说呢？好，裴静说8792步，裴静好厉害，每次都第一名好，米磊说8792步。加尼8792 ，Norbert8792步，多毛的雷曼8792步，大米尔同学8792步，菊林8792步，Henny 维凯都答对了。佩霞说，今天理查老师跑了
8792步，非常好。King 林子你们都答对了 ，Clara 也答对了。好 ，King 慧君都答对了，8792步，宜兴也答对了。好，每天我们都要练习数字才会慢慢的进步。8792步，好。好，李开心同学你好，你的名字让人很开心，李开心。Hello BS 答对了，8792步。好 ，Yasmin 答对了。好 ，OK， 我们今天就来上课吧。好，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Level 4终极词汇。我们今天要学的词汇很有意思，你们平常说中文的时候会用到这一些称谓我们中文叫称谓 ，It's like title， 称谓。It's like when you speak, you call someone else, we say that 称谓称谓。好，雷曼说老师那边的网络好像不太好，好像有点慢，对不对？老师这里的网络有点慢好，那称谓这个我们就叫 like titles， 称谓。好，那对我们大叔，像理查老师现在30几岁、40几岁了，你们就可以叫老师理查大叔、Ben 大叔。李灿老师，你们可以叫他灿大叔。大叔是叫你年纪比你大的人，特别是30几岁、40几岁或者是50几岁的男性我们都可以叫大叔。好，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大哥、大姐、大妈，还有大爷。那么HSK 呢也有这些词汇称谓中文叫称谓。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称谓是什么意思。好，各位同学，我们先来看大哥。好，大哥是什么意思呢？大哥的第一个意思是家中，在家庭里面 in your family， 在家中 family 排行最大。什么叫排行？各位同学，排行就是 the ranking， 中文说排行就是 the ranking。好，就是英文的 ranking。所以排行的 ranking is the biggest, the eldest， 最大 the eldest, the oldest, the biggest 最大。So it's like the biggest ranking, highest ranking。好，所以各位同学，家中排行最大，就是 the highest, the biggest ranking 的兄长。好，各位同学，什么叫兄长？兄长就是哥哥你的哥哥叫兄长。所以除了说他是我的哥哥，你可以这样说之外，你还可以说他是我的兄长，听起来比较正式一点。他是我的哥哥，他是我的兄长，意思都是 like elder brother。那大哥就是最大的哥哥 ，the biggest ranking brother， 最大的哥哥叫大哥大哥。好，对 Norbert 说的很好，我们可以说大哥、二哥、三哥。所以大哥是排行最大的 brother 兄长大哥。好，对，我们可以说大姐、二姐、三姐the second brother, the third brother 所以中文都可以这样说，大哥、二哥、三哥，大姐、二姐、三姐各位同学，如果你家里有哥哥姐姐的，比如说你有2个姐姐，你可以说大姐跟二姐，那你是最小的 ，you're the youngest。如果你有3个哥哥，你是最小的 ，you're the youngest， 你是最小的，那你可以叫大哥、二哥、三哥，那你自己就是 the youngest， 最小，年纪最小的好，菊林说他在家里是排行老二。好，各位同学，我们要怎么说呢？排行老大，排行最大的是老大。那老二是排行第2的，老三是排行第3的像理查老师在家里是老二，
排行第2的，因为理查老师有一个大哥 ，I have a big brother， 所以理查老师有一个大哥，理查老师是家里第2个小孩，老师是家里第2个小孩，我就是老二。二姐等于小姐，不是，米磊不是的，二姐是指第2个姐姐，第2个姐姐，你可能有大姐，然后二姐，不是小姐的意思，不是小姐的意思。对，思辉在台湾对陌生人也可以叫大哥，等一下老师会教。最年轻的孩子啊，我们就说最小的孩子吧。理查老师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理查老师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是一姐，秋燕我们说我是大姐 ，I'm the big sister。你可以说我是大姐。如果你在家里的排行是最大的女生，最大的女儿，排行最大的女儿，你是大姐。秋燕，你在家里是不是大姐？你是最大的 big sister 慧慧说老师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理查老师有一个大哥，理查老师有一个大哥，那理查老师是老二。理查老师家里就2个孩子，我哥哥，我的大哥跟我，所以我家里有理查老师的家里有2个孩子小伙子是 young man， 居民小伙子是说年轻的男性年轻的男性好。雷曼说雷曼也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对，那可能雷曼有姐姐或者是有哥哥，那雷曼是最小的孩子对，我们可以叫他小弟，很好。如果是哥哥姐姐叫你的 like younger brother， 你可以说小弟，最小的弟弟，小弟可以。然后 Yasmin 是家里Yasmin 你这样说，我是家里排行最小的妹妹，我是家里排行，中文都会说排行就是 ranking 的意思。我在家里是排行最小的妹妹就可以了好，各位同学，这些你平常说话你可能不会说了，因为你不晓得，你没有用过，所以你们一定要特别去学习这些词汇。我在家里是排行最大的孩子，我在家里是排行最小的孩子我们中文都会这样说好 OK， 小伙子，对，一般来讲小伙子是 young man， 小姑娘是 young girl一般是这样子 young man 小伙子 young girl 小姑娘。 Hello 蓝墨，对，莉亚是大姐。少爷少爷一般是说有钱人的孩子有钱人的孩子 rich people's son and daughter， 不是 daughter， 少爷一定是男生，然后一定是有钱人家的孩子男的有钱人家的孩子我们会说少爷少爷，对，少爷是有钱人的孩子好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句子。我们家有4个兄弟，徐大强是我们的大哥。好，所以各位同学，在这个句子里面，徐大强是我们的 biological brother， 是我们的亲大哥。什么叫亲大哥？就是 biological， 同一个爸爸妈妈生出来的孩子叫亲 biological。我们的父母是同一个父母，这个叫亲大哥我们会加个亲，表示他是我的 biological。 We're from the same parents， 亲大哥好，徐大强是我们的大哥，可以，亲大哥也可以。如果你说亲大哥 you're emphasizing we're from the same parents 我们是同一个父母生出来的。好，对，同一个父母好，我们看一下大哥大姐。第一个意思是他是真的同一个家庭里面
同一个父母生出来的兄弟姐妹，我们可以叫他大哥，他是我的大哥。我们的父母是同一个父母，他是我的大姐，我们的父母是同一个父母 ，We're from the same parents。所以我们会说亲大哥、亲大姐，他是我的亲生大哥，他是我的亲生大姐。Which means we're from the same family, we're from the same parents。我们是同一个父母生出来的。一般我们讲大哥就有这个意思了。如果你要 emphasizing we're from the same family, you can say 亲大哥 biological brother, big brother, biological big sister。所以大哥大姐的第一个意思是他真的是你的 biological. We're in the same family. Okay, a real biological big brother and sister. 所以理查老师有一个亲大哥，我们的父母亲是同一个父母亲。理查老师有一个亲大哥亲大哥。好，春娇说我家有6个兄弟姐妹。汉平说理查老师的妹妹漂亮极了。对，理查老师有个 imaginary sister， 老师有一个想象的妹妹理查老师有一个想象的妹妹。很多男生都很喜欢理查老师的妹妹。理查老师有一个想象的妹妹 imaginary sister。 好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如果是不同的父母亲叫什么呀？不同的父母亲出生的，我们可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或同母异父、同父异母。如果你们不是同一个兄弟姐妹，但是你们的爸爸是一样的，妈妈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同父异母你们是兄弟姐妹，但是你们的爸爸是同一个爸爸，妈妈是不同的妈妈，我们会说同父异母。听得懂吗？这个有时候你在看 Chinese drama 的时候会听到，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大哥，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大姐， which means we're from the same father, different mother， 同父异母这个有时候sometimes when you watch Chinese dramas, you'll see something like this。 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大哥，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大姐好的，就是爸爸是一样的爸爸，妈妈是不同的妈妈，但是你们还是兄弟姐妹，因为你们的爸爸是同一个爸爸好，听得懂我们中文会说同父异母。好的，大哥大姐的第二个意思是 second meaning， 就是他不是你真的哥哥，他也不是你真的姐姐。The man is not your biological brother, but the man is a helpful and close elder partner。 这个大哥不是你真的大哥，你们没有血缘关系我们中文说血缘关系。You're not in blood， 你们没有血缘关系好，你们没有血缘关系第二个，各位同学，大哥大姐的第二个意思是你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You're not from the same parents. You are not from the same parents. But the man is a helpful and close elder partner. 他是你的一个对你很有帮助，然后是你的一个好朋友，你也可以叫他大哥也可以叫他大哥。好，那这个同父异母，对，同母异父可以，一样的妈妈不同的爸爸也有，同母异父也有，也可以的，可以，同母异父可以，哲秋可以。养父养母是 like step， 对，这个 stepfather stepmother， 这个叫养父养母。什么叫养父养母呢？郑红教我们这个养父养母，就是说你的爸爸跟妈妈不是你
不是把你生下来的爸爸妈妈你的爸爸妈妈是领养你的 adopt you你的爸爸妈妈不是生你的爸爸妈妈，而是他们 raise you他们把你抚养长大的，这种叫养父养母。他们没有生下你，但是他们把你养大，这样的爸爸妈妈叫养父养母。那另外一个叫生父生母，就是生父生母就是把你生下来的生父生母就是把你生下来的爸爸妈妈your biological parents。养父养母是他没有生下你，但是他把你抚养长大 raise you up。 OK， 好生父生母 biological parents， 养父养母 stepfather stepmother。 对好，父亲母亲一般指的就是生父生母父亲母亲指的一般就是生父生母。好，那各位同学，像这两个人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这个大哥他常常帮助这个小弟。 This big brother often helps this young man， 所以这个人会叫他大哥，但是他们不是 biological， 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这个男的常常帮助这个小弟，所以小弟可以叫他大哥大哥。好的，没问题。异父异母是比较古时候的说法，异父异母基本上是古时候的用法。异父异母他这个慧君，异父异母他没有抚养你，异父异母比较像英文的 godfather godmother比较是你认一个陌生人当你的爸爸，你认一个陌生人当你的妈妈，但是他没有抚养你长大，他也不是你的生父生母，但是你觉得他对你帮助很大，所以你认他做异父。异父异母就是他没有抚养你长大，他也没有生下你，但是他对你的人生有很多的帮助，你可以认这个男的或女的做异父异母异父异母。好，一般没有养哥养姐不说，我们不说养哥养姐养哥养姐。好，所以中文常常听到老大哥，老大哥一定是年纪比你大的人，而且对你有很多的帮助年纪一定比你大 elder than you。 第二个，对你有很多的帮助对你有很多的帮助。好，比如说以前我们常常说俄罗斯是中国的老大哥， We often say that in the past。 俄罗斯 Russia is 中国的老大哥，所以以前俄罗斯对中国帮助很大，所以中国会叫俄罗斯老大哥。 OK， we can even use 大哥 in 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对，我们中文一般不会叫名字，我们都会说大哥大姐，比较尊敬别人。如果你说 John or Tom Mary， 听起来不太尊重别人，我们一般会说大哥大姐，理查大哥，郑红大哥，听起来比较有礼貌一点好的，我们来做题目。好，这一题我们来做一下以前人们都说俄国就是 Russia， 俄罗斯，俄国是的老大哥中国。好，请问答案是什么？以前就是 in the past， 以前人们 is like people， 人们 people 都都就是 say something，
都说。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对啊，成龙大哥。好，以前的人们都说俄罗斯是中国的老大哥，很好。以前人们都说俄国是中国的老大哥，很好。Norbert， 以前人们都说俄罗斯是中国的老大哥，雷曼。以前人们都说俄国是中国的老大哥。好，很好啊，都答对了啊。好，泽秋，以前人们都说俄国是中国的老大哥，很好。好的，没问题，我们再往下看啊。好，再来，大哥大姐呢？我们的第三个 usage， 第三个用法就是你去称呼一个年纪比你还大的人，特别这个人呢，第一个 elder than you， 年纪一定比你大。第二个，这个人是个有成就的人accomplished， 这个人通常是有成就的人，或者是通常是有名 a famous people， 有名的人。所以你叫一个人大哥或大姐的时候，这个人年纪都比你大。第二个就是他通常是有成就或者是有名的人所以你可以叫他大哥，大哥。所以呢，你可以叫理查老师理查大哥，可以，可以的。所以你可以叫一个有成就有名的人叫大哥或大姐。那如果你叫我理查先生，听起来 not that close. So you want to call me 理查大哥 I feel you are closer to me. I feel more familiar. 所以如果你叫我理查大哥，听起来比较亲近，比较亲切比较亲切 more intimate. 我会觉得你跟我的距离比较近 We are closer. 如果你叫我理查先生very formal 很正式 We are not that close. Formal and not that close. When you call me 大哥we're closer. We're intimate. OK 好，所以大哥的称呼比先生会更亲近一些所以雷曼如果叫老师叫理查先生 formal 很正式，如果雷曼叫我理查大哥，我觉得我跟雷曼好像比较熟悉，比较亲近一点好的，师傅雷曼师傅一般是有 skill. These people have some kind of skill. 所以我们会叫那个 driving skill is good， 我们叫他司机师傅，我们会叫司机 the driver 师傅 because this person has some kind of skill。 所以雷曼师傅的话一定是有技能的有一个 skill， 有一个技能的好林子谢谢你捐款给老师，谢谢林子 Thank you very much。 好，那如果年纪比我小要叫什么呢？宋平如果年纪比你小的话要叫小弟，你可以叫他小弟，或者你叫他先生，正式一点叫先生。所以这个宋平如果年纪比你小的话，你可以说理查小弟。那如果你要正式一点，理查先生可以，先生年纪比你小，你叫他先生也没关系好我哥跟大哥泽秋，我哥一定是你的 biological brother， 我哥一定是你同一个父母亲出生的哥哥同一个父母亲生出来的哥哥，我哥一定是你的 biological brother， 大哥不一定是你的 biological brother 理查大哥是世界上最帅的老师，很好。汉平说理查大哥理查老师会觉得我跟汉平比较 intimate， 比较 close 老弟的话指的通常是年纪比你轻的年纪比你轻的男生年纪比你轻的男生好，老弟指的是年纪比你轻的男生
日元的汇率不好。好，你看这个鸭大哥，表示这个男生，他有成就 ，accomplished， 他是有名的老板，所以我们可以叫他鸭大哥。他卖了很多鸭肉 ，duck meat， 鸭肉，他很有名，他很有成就，所以他的我们会叫他鸭大哥。鸭大哥你好，鸭大哥，你卖的鸭肉真好吃。Your duck meat is yummy, delicious. 鸭大哥你好，那你就会觉得跟他比较 intimate， 比较亲近，比较亲切一点。好，我们有时候会说司机大哥，那司机大哥就会觉得哇 ，we are familiar， 我们很亲近。所以像如果你坐车的时候，你说司机大哥你好，我要去北京，那个司机会非常的开心，因为好像你们两个关系非常的 close，非常的亲近。好，司机大哥好，那成龙你们都知道 Jackie Chan 是很有名的一个明星 superstar right， 所以你可以比如说 someday when you meet Jackie Chan on the street， 你可以说哇成龙大哥耶，成龙大哥，所以你可以叫他成龙大哥。如果你说成龙先生 too formal， too much formal， 所以比如说有一天你在路上走的时候，你看到了成龙 Jackie Chan， 你要怎么叫他？ How to call him on the street? How to call him？ 成龙大哥耶，我看到了成龙大哥，然后你可以跟他握手，成龙大哥你好。So that's the way to show your intimacy to a person, especially a person who is elder than you, a person who is more accomplished than you. You can say 成龙大哥。所以在路上遇到这些有名的人，你都可以叫他大哥，成龙大哥。好，外卖，汉平你要说那个 delivery man， 你可以说外送。一般来讲 delivery man 我们说快递小弟的外送小弟。对，我们可以说鸭大哥，你的鸭肉很好吃。司机大哥你好。在这个中国的北方会说师傅，他们会说师傅。在南方会说司机大哥，司机大哥你好，我要去公园。我们可以说外送小弟、外卖小弟都可以。蓝墨很喜欢看成龙大哥的电影。一般这些外送员、快递员、外送员年纪都比你小，我们要叫他小弟。外送小弟、快递小弟。这些我们叫快递员。雷曼我们不说外送人，我们说快递员或快递员，你可以叫他外送小弟。通常这些 delivery man 年纪都比你小，我们叫他小弟，不会叫他大哥。大哥一定是叫年纪比你大的，年纪比你大的。好，叔叔一般都是年纪更大了，40-50岁。像理查老师你们就可以叫我大叔了，叫我大叔。所以思辉叔叔一般是年纪更大了，可能是40几岁、50几岁，我们会叫叔叔，年纪比较大的。好的，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来做题目。李大哥，外交官，外交官就是 diplomat， 外交官的是知名。好，知名就是 famous， 有名的意思，知名就是有名。好，知名就是有名。外送食物的也是外送小弟，汉平对，外送食物的也是外送小弟。是的，知名就是 famous。好，我们十分尊敬他，十分叫做 very much or like pretty quite， we like very
respect the person very much。好 ，highly respect。好，我们十分尊敬他。请问答案？好，林子说李大哥是知名的外交官，我们十分尊敬他。好，你好哦。好，我们的这个 Valentino，李大哥是知名的外交官。好 ，Norbert，李大哥是致命 ，deadly， 致命，知名，致命是 deadly， 致命。泽秋，李大哥是知名的外交官。好，我们的 Juan， 李大哥是知名的外交官，我们十分尊敬他。立新，李大哥是知名的外交官，我们十分尊敬他。很棒。好，各位同学，知名的就是有名的，就是 famous。好，尊敬 like this respect 这个词很重要，把它记起来。尊敬 respect， 我们很尊敬理查老师，我们很尊敬爸爸妈妈，我们很尊敬我的老板 I respect my boss， 我的老板，我们十分尊敬，很尊敬，非常尊敬一个人 respect, highly respect the person。 好，各位同学，大哥的第4个意思是黑帮老大，黑道大哥。什么叫做黑帮老大？ Let me show you what is 黑帮老大。 In English, it's like mob boss or boss gangster。 各位同学，什么叫黑帮老大？我们也可以说黑帮大哥。这样的人就是黑帮老大，他是一个 boss, but not in a company, but in a gang, in a like 一个帮派里面，一个比较不好的帮派里面，黑帮老大。哇，这个大哥耶，他是一个大哥耶。So I'm talking about mob boss， 他是一个黑帮大哥，他不是 your biological brother, no, not at all。这个人是黑帮老大。这个人是大哥，你可以说这个人是大哥 which means 他是黑帮老大，黑道大哥。哦，好，像这样的人，有时候啊，你看到一个人啊，一个男生的身上有刺青，你们知道刺青吗？ Tattoo， 英文刺青是什么呀？郑红，英文的刺青是 tattoo， 是不是 tattoo 刺青啊？这个如果你看到一个男人，然后身上有刺青，看起来很可怕，然后呢很凶，他看起来很 mean and like a badass 那个感觉，这个 tattoo 对不对啊？tattoo 身上通常有刺青，然后就会这样。会把他的身体露出来，刺青。大哥，大哥你好，你会很怕他，因为他好像会做坏事情，好像很凶。大哥，对不起，大哥，我们会这样，大哥啊，这种叫做这个黑道大哥，黑道大哥，黑帮老大是坏人 ，usually 是的，青莲，黑帮老大通常是 bad guy， 通常是坏人，对，通常是坏人。纹身也可以纹身也可以tattoo， 对 tattoo， 刺青跟纹身是一样的意思都可以，也可以叫纹身，也可以叫刺青 tattoo。好，通常这样的大哥是坏人哦 ，usually they are bad guys， 通常是坏人。那女生呢？女生有没有不好的、很凶、很坏的女生？Yes, we do have bad girls, bad women. 我们有女生也有坏的黑帮大姐，通常我们会叫她大姐头。大姐头 female boss gangster。大姐头可以是学校里 in school, we can have 大姐头 It's like bad female students.
哦，bad female students we can say 大姐头啊。像有些女学生她很坏，她就是不遵守规矩，看起来很凶，这个我们可以叫她大姐头。像这样的学生 female students we can call them 大姐头，大姐头哦。好，那有时候在日本的电影，像林子，你是日本人对不对？我们有很多日本的女生，她们也是大姐头。你看这个女生是日本人，她是女生，但是她很凶很坏，拿着武士刀，很凶很坏，你也可以叫她大姐头，大姐头啊、所以这些都是大姐头。好，好的，你们女生想不想当大姐头啊？有的女生很喜欢当坏的女生哦，很多女生想当大姐头啊，大姐头。好，林子以前是大姐头吗？林子，你以前读书的时候是大姐头啊，就是 bad female student。林子以前在学校是大姐头，好有意思哦。好，哦，这个叫阿妈桑啊，我不会念。好，汉平说他的身上都刺满了刺青。好，刺满了刺青哦。好，汉平，我们要说他的身上都刺满了刺青哦。好，宋平说，哎呀，他的身上都刺满了刺青哦，刺满了刺青。宋平很害怕大姐头。好，林子是开玩笑的，林子是开玩笑的。好，各位同学，对，老师的妹妹可能是理查老师的妹妹，可能是个大姐头。那这个各位同学，你们身上有没有纹身 ？Do you have tattoos？有的同学你们身上是有刺青的，像可人老师，可人老师他身上有刺青啊，可人老师的脚好像有刺青啊，有的人会在身体上刺青啊，有的人啊，理查老师没有刺青，理查老师没有刺青，有的人有刺青啊，菊林没有刺青，阿尼桑哦，阿尼桑，宋平没有刺青，菊林不喜欢纹身哦。好，雷曼说：“我当然没有刺青。”好，好的。那一般来说，我们如果大哥指的是黑帮老大、黑道大哥，通常指的是你是坏人，你是坏人啊、哦。如果大姐头，一般说的也是坏人，坏人啊、哦。我不是大姐头，但是在学校的时候，我的朋友都怕我生气。青莲，好，米磊说我的背后刺满了刺青。米磊，真的啊？你的背后有刺青啊？哇，好，佩霞也没有刺青。大姐头是大哥的老婆，不是，不是啊、这个美丽不是。大姐头指的是 bad female boss gangster，不是大哥的老婆。大哥的老婆我们叫做大嫂，大哥的老婆叫大嫂啊、哦。大哥的老婆我们要叫她大嫂哦，大嫂。Your biological brother's wife, we say 大嫂。要记得哦，她是我的大嫂，什么意思？她是我 biological brother's wife，她是我亲生大哥的老婆，亲生大哥的太太叫大嫂，不要叫错咯哦。所以如果你的 biological brother，你的亲大哥的太太，你要怎么叫他啊？大嫂，大嫂你好，大嫂早安，要会叫哦，大嫂。那二哥 your second big brother 的太太，我们叫她二嫂，二嫂早安，二嫂吃饭了，二嫂。如果你的 third biological brother big brother，我们可以说三嫂，大嫂、二嫂、三嫂。所以你的哥哥的太太都要叫他嫂嫂啊，叫他嫂嫂或嫂子。
好，嫂嫂或嫂子。姐夫是你姐姐的老公，姐夫是你姐姐的先生，姐姐的老公叫姐夫，姐夫。如果你哥哥的太太，我们叫嫂嫂或嫂子，大哥的太太叫大嫂，哦，大嫂。对，大姐的老公叫大姐夫，是的，是的。好，哦，这个 Gabriel， 谢谢你啊。对，三嫂啊，好好的，我们来做题目。年轻时，年轻时 ，when one was young，when someone was young，年轻时，黑帮大哥，黑帮大哥是个是个永祥，永祥黑帮大哥，但他40岁时金盆洗手了。40岁时 when he was 40， 40岁时 when he was 40， 金盆洗手。好，金盆洗手是一个成语，就是金盆 gold basin gold basin。各位同学，金盆洗手就是坏人啊，会这个会拿一个金做的盆子会洗手，表示他不要再做以前的事情了，他不再做以前的工作了啊，这叫金盆洗手，就是他不再做以前的事情了，不一定是坏的事情。金盆洗手的意思就是 give up the old business， 他不做以前的工作了，他放弃了以前的工作。所以如果黑帮大哥金盆洗手，表示黑帮大哥 give up the old business. He didn't want to do the bad things anymore. 金盆洗手，听得懂吗？金盆洗手就是不再做以前的工作了，不再做以前的事情了。I give up， 我不做了。哦，金盆洗手。好，好的。年轻时，永祥是个黑帮大哥，但他40岁时不做了，他不做黑帮大哥了。金盆洗手的意思就是他不做以前的工作了，他不做黑帮大哥了的意思哦。好，好，永祥是不对，菊林年轻时是个 time adverb，所以我们要说永祥年轻时 or 年轻时永祥。You can put time adverb before or after the subject. So we can say 永祥年轻时 or 年轻时永祥。OK, either way is OK. 好，年轻时永祥是个黑帮大哥。维凯，永祥年轻时是个黑帮大哥，但他40岁时金盆洗手 wash his hands in a gold basin, which means he gave up the old business. 好，缸是比较大的哦，盆是比较小的盆子，缸是比较大的哦。好，好的，年轻时永祥是个黑帮大哥，很好。汉奸，永祥年轻时是黑帮大哥，黑帮大哥。好，好，各位同学听得懂吗？金盆洗手就是他不做以前的事情了，所以永祥年轻时是黑帮大哥，他40岁时他金盆洗手了，表示永祥不再做黑帮大哥了。40岁的时候，他不再做以前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黑帮大哥哦。好，佩霞，年轻时永祥是个黑帮大哥，但他40岁时金盆洗手了。你们好厉害哦，都听得懂。好，这个很好笑，大哥哥、大姐姐。好，我们说大哥，听起来 very normal， 很正常。
但是如果你加个哥 ，sounds very odd， 大哥哥，什么时候你会叫这个男生大哥哥？通常你是小孩子 ，you are a kid， 或者你还没有成年 ，you are not an adult。You are a kid, you're a children. Your age is below 18. 这个叫未成年者，成年叫做 adult， 成年 a grown up， 未表示 not yet， 这个未表示 not yet， 未成年 which means your age is below 18， is below 18。 好，通常是小孩子或者是未成年者称呼年轻的男子大哥哥，特别是女生，女生会讲大哥哥，大哥哥哦。好，那所以各位同学，大哥哥他的意思就是 big brother 没有错，但是通常是女生或小孩子会叫年轻的男子。那大姐姐，大姐姐是称呼年轻的女子。那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大哥哥？就是女生撒娇的时候，女生想要 play cute， 女生要 play cute 的时候，就会讲大哥哥帮帮我嘛，大哥哥撒娇。女生或小孩子撒娇的时候会叫大哥哥或大姐姐好，所以各位同学，你看这个图，这个女生是未成年者，她是年轻的女生，她要叫这个年轻男子大哥哥大哥哥好，然后大哥哥通常也会出现在比较那个对撒娇的时候。大哥哥有时候你们看那个poems 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到人家喊大哥哥好知道意思就好了啦，知道意思就好了。好的，所以这个撒娇，或者是有时候看那个 poem 的时候，会听到人家说这些词儿好OK 好的好，做题目。大哥哥帮好吗？帮我。好，各位同学，答案是什么？青年很久没看过。好 ，OK， 大哥哥帮好吗？帮我。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好，大哥哥帮帮我好吗？答对了。菊林，大哥哥帮帮我好吗？通常小孩子或者是女生会撒娇，大哥哥帮帮我好吗？理查老师帮帮我好吗？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说理查老师，你可能会叫我大哥哥，大哥哥帮帮我嘛这样子。好，蜡笔小新说大哥哥帮帮我好吗？好，郑红，大哥哥帮帮我好吗？不过通常像郑红就不适合说，因为郑红你不能撒娇啊，郑红你撒娇会很恶心嘛所以一般是小孩子才会说大哥哥、大姐姐，小孩子或者是女生才会这样说，大哥哥、大姐姐，像郑红、雷曼、理查老师都不适合说大哥哥，很恶心，会 disgusting 会很恶心好，对。像 Norbert 你也不可以，你也不可以说大哥哥很恶心一般是女生、小孩子才可以对，撒娇用的啦撒娇用的 ，play cute 撒娇用的。好，广告时间，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每个月$2可以支持理查老师。好。还有支持我们的大叔中文，每个星期四我们都有新的视频，谢谢大家。好，各位同学，我们还有大妈、大爷，通常我们叫人家大妈，
指的是寻常。什么叫寻常 ？Ordinary, common people， 长相普通 ，normal looking， 长相不是很帅，不是很美，长相普通就是不是很美的，不是很帅的。妇人就是 like old lady， 所以各位同学，大妈指的是45岁到65岁的女生，妇人，这个我们中文叫妇人，而且长相是很普通。你看她的长相不美，长得不美。如果你叫人家大妈，通常她长得不漂亮。然后呢，年纪是45岁到65岁。然后呢，大妈也可以是你伯父的妻子 ，your uncle's wife。哦，大妈也是你伯父的妻子。所以各位同学，这种女生，这样的妇人，你就可以叫她大妈。长得没有很好看，很普通，年纪在45岁到65岁，大妈。哦，好，这种也是大妈。这样的妇人也是大妈。妇人就是 like middle age woman， 妇人啊，像这样的女生也是大妈，长得不是很好看，年纪是45岁到65岁的大妈啊，大妈。你们去公园的时候啊，常常会看到很多大妈，对不对？在跳广场舞，大妈。好，那大爷呢？大爷就不一样了，各位同学，大爷是很好的词汇。大妈有时候我觉得你好像在讲一个不漂亮的妇人，很普通不漂亮的妇人。大爷一样是45岁到65岁之间的人，但是大爷，如果你叫理查老师大爷，那理查老师是有地位的，有钱。Oh, I had like a very famous, and also I'm rich. 中年男子是褒义，好的，褒义就是好的。哦，所以你如果叫我大爷，表示理查老师很有钱，很有名，很有地位。哦，好，好的，没问题哦。所以像这样的人叫大爷，看起来啊，好有钱哦，很有钱的感觉。大爷很有钱的感觉。哦，这是个大爷，很有钱。好，对，很多大妈、大爷在公园跳广场舞，跳广场舞。对，平常还是不要说大妈，不要说大妈哦，大妈听起来有一点，你觉得她不漂亮，所以如果我叫春娇阿姨叫大妈，听起来春娇阿姨就不漂亮，但是春娇阿姨很漂亮啊，所以你不要叫春娇阿姨大妈，大妈听起来就不是很漂亮哦。好。如果漂亮的可以叫她大姐姐吧，大姐姐，向老师的姐姐。理查老师没有钱，所以不可以叫我大爷啊。对，可以打太极，对啊。好，大爷也有不好的意思。你就说，哎，你真是个大爷耶。你看你的tone，it depends on your tone。你真是个大爷耶。那什么意思？就是你不爱劳动，你不勤劳 ，you're not hardworking, you're not diligent。傲慢 ，you're arrogant。好吃懒做，不喜欢动作，不喜欢做事情。像这样的人，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无所事事，这样的人，你就可以说，你真是个大爷耶。So that depends on your tone. It can be good, it can be bad. It depends on your tone. 你真是个大爷哦。好，好的，大叔，大叔就是年纪大约在35岁，比较轻一点的。大爷跟大妈是45岁到65岁，大叔是35岁到45岁之间的男性，有地位 famous， 有气质 elegant。大叔通常是 elegant， 像理查老师一样 elegant famous。 好，中年男子 middle-aged man， 然后或者是跟你的关系比较 close 的中年男子。好，老师找了几个
大叔，我们会叫他大叔 ，elegant。你看这个好帅，对不对？这日本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啊，日本人，他也是个日本人。这样的人，你不会叫他大哥，因为他是35岁到45岁，大叔。这样的人，大叔啊。好，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大叔。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通常叫他大叔，不会叫他大哥啊，大叔。所以这些都是大叔，这些人都是大叔啊，大叔。好，而且我们说大叔通常是有地位、有气质，有气质就是 elegant， 有地位 ，like have social status。好，可以啊。好的。好，那我们还有小鲜肉，对不对？小鲜肉就年纪是很轻的男生，小鲜肉一定是男的，一定是年轻帅哥，年纪大约在18到25岁之间，18岁到25岁之间的帅的 handsome good looking and、很多女生会喜欢他哦，所以小鲜肉是年轻的男性，年轻、帅气、深受女性喜爱的男性叫小鲜肉啊，像这个小鲜肉，好帅哦，好年轻哦，这个也是小鲜肉，年轻很帅，这个也是小鲜肉。那这个也是小鲜肉啊，这个也是小鲜肉啊，理查老师小鲜肉啊，好。OK，小鲜肉啊，很多女生都喜欢小鲜肉。好，好，来，我们来考试吧。大哥、大姐、大爷，茶馆里有很多在饮茶，饮就是喝的意思啊，饮就是喝的意思。好，饮就是喝茶，你也可以说饮茶哦，饮茶。好，茶馆是 tea house， 茶馆里 in the tea house 有很多谁呀、在饮茶 are drinking， 在就是正在的意思 are drinking tea 饮茶。这些人我们要怎么叫他？ How do we call these people？ 好，大爷，大爷，大爷，很好。茶馆里有很多大爷在饮茶。茶馆里有很多大爷在饮茶。裴静，茶馆里有很多大爷在饮茶，很棒。你们知道什么叫大爷了哦？好，来第二题，大哥、大妈、大爷，成龙你好，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Thank you for accepting my interview. 采访就是 interview from a reporter. From a reporter. 好，成龙什么你好 ？Hello, thank you, Jackie Chan. 如果你要采访成龙的话 ，How do you call him to show your intimacy？ 让成龙觉得你们两个关系很亲近，那你要怎么叫成龙，让他觉得，诶，你跟他好像是很好的朋友，你要怎么叫他比较好？你要怎么叫？哎，成龙大哥你好，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If you are a reporter and you want to interview Jackie Chan, how do you call him in an intimate way so that Jackie Chan may feel happy about that? 你可以叫他大哥 to show your intimacy。好，维凯说：成龙大哥，你好，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Very good，大哥，大哥，大哥，对对，茶馆是喝茶的地方，茶馆是饮茶、喝茶的地方。立新说：啊，成龙大哥，你好，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那 Jackie Chan 就会很开心，因为你叫他大哥，感觉你们两个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哦，很亲近的朋友。帅哥，如果你叫成龙大哥帅哥，有一点 too much casual。成龙帅哥，我觉得太 casual 了，太 informal 了，我觉得不太好。成龙可能会有一点 upset because you're too informal, you're too casual。帅哥有时候会 too casual，不太好哦。好，好的，好，我们再看最后一题，大姐、大妈、大哥，这这位爸，请你快一点好吗？好，请你快一点好吗？请 please，你就是 you，快一点 ，hurry up，好吗？OK，所以 it's like hurry up a little bit, please。OK，好，那各位同学，这个女生她在赖床，她不想起床，她还想多睡一会儿，但是你要告诉这个女生，要上班了，快一点 ，You need to get to work, hurry up，请你快一点好吗？这个时候，you're showing your impatience, you're showing your anger. You can call this, you can call 爸，this girl 爸。所以各位同学，你会怎么说？这位大姐。So sometimes when we say 大哥大姐 it depends on your tone. You're showing your impatience. 这位大哥，这位大姐，请你快一点好吗？ Sometimes you can use 大哥大姐 to show your impatience to this person. 好，老的儿，老的儿是什么？我不晓得什么是老的儿，我没有听过老的儿。对，大姐是个懒惰虫，lazy born，lazy born。好，有时候如果你想要，有时候你觉得不耐烦，you're impatient，you can call the person，大哥，快一点好吗？大姐，快一点好吗？In this tone, you're showing your impatience。好，对，炳贵，这位大姐，请你快一点好吗？你快要迟到了，我们等一下就要上班了。这位大姐，请你快一点好吗？你也可以用这位大哥，请你快一点好吗？哦，好，大妈，这位大妈，哦，她很生气，你叫我大妈 ？How dare！你怎么可以叫我大妈？对，林子说的很好，如果你叫她大妈，她会很生气，她马上就起来了。好，好的，好的，各位同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了很多称谓啊，我们中文说称谓。那我们今天学习到了大哥、大姐、大爷、大妈、大叔啊，好，好称谓啊，称谓，别让老的生气。青脸我没有听过老的，可能是比较 local usage，我没有听过老的，老的我没有听过。好，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儿啊，老师喉咙有点快不行了，所以我们明天再继续上课啊。好，我们明天见，各位同学晚安咯，拜拜。理查大哥晚安。那我会觉得汉奸跟我是 good friends，我们是好朋友啊。好，再见。